是马来西亚第一大华人族群，紧随其后客家人167万，潮汕同乡100万，海南乡亲60万。接下来的3部怎么拍，不用我教了吧？客家版、潮汕版、海南版。电影《给阿妈的情书》在马来西亚上映，引爆了马来西亚，年轻人排队，中年人排队，老年人也排队，一家3代一起走进电影院。更夸张的是，不少人出来以后眼睛红红的，有人一边擦眼泪一边给妈妈打电话，有人沉默了半天，还有人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阿公阿妈总喜欢说福建话。一部没有特效、没有枪战、没有超级英雄的电影，居然把无数人给看哭了。影院里的年轻人哭了个稀里哗啦，很多人看完说让他想起了阿妈，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部卖情怀的催泪片儿，但我偏不这么看。给阿妈的情书根本不是单纯的讲祖孙日常的亲情电影，它是一部裹着祖孙温情的外壳，写给100万南洋华人的100年寻根纪录片。荧幕里那个佝偻说着闽南话、一辈子吃苦耐劳的阿妈，只是一层表现，真正戳中全马华人群体破防的是埋藏在一句阿妈背后跨越160年的血泪迁徙史，山河破碎时华侨倾家救国的民族史诗。礼记有云：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裔。一个群族最大的消亡，不是贫穷战乱，而是遗忘来路。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横扫马来西亚票房，本质是数百万大马华人积攒几代人的乡愁、祖辈记忆、家国执念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出口。很多年轻观众看完电影，发出灵魂拷问：为什么我们明明身在马来西亚，一句闽南话阿妈能够瞬间被戳中最柔软的地方？今天大招由浅入深，3层深度拆解。第一层看懂电影爆火背后的族群底色，第2层深挖下南洋先辈背井离乡的生存绝境，第3层还原一段被教科书一笔带过、国人极少熟知的南洋华侨援华抗战史实。最后跳出历史，结合当下全球局势，给国内网友、马来西亚华人、自媒体创作者3类人群一套可落地、可践行、长久共生的解决方案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阿妈2字源自闽南语，而闽南族群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根基。给大家一组精准数据，打破大众的模糊认知。当下马来西亚华人总人口约760万，占据全国总人口22%。这760万华人里，98%以上祖籍全部来自中国南方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4省，北方人几乎没有下南洋定居的历史记录。细分族群占比一目了然，福建籍华人占大马华人总量40%，其中闽南人单独就有240万，占全部华人32%，也就是1/3吧，是马来西亚第一大华人族群。紧随其后客家人167万，潮汕同乡100万，海南乡亲60万。接下来的3部怎么拍，不用我教了吧？客家版、潮汕版、海南版。这就解释了最核心的共情逻辑。哪怕许多马来西亚年轻一代日常习惯马来语、英语、普通话说的磕磕绊绊，但几乎所有人从小都会说闽南语阿妈。这2个字不是简单的祖母称呼，是刻在方言血脉家族里记忆文化密码。这就产生了第一个大众认知的痛点。很多国内网友刻板地认为，海外华人定居海外几代，早就淡化中华文化，和我们没有什么情感连结。但这部电影用真实票房狠狠击碎了偏见。阿嬷这个形象浓缩了整整一代下南洋女性先辈的一生。当年揣着简单行囊告别故土，在南洋橡胶园割胶、锡矿做工、街边摆摊，哪怕日夜操劳，依旧坚持传承端午包粽、春节祭祖、宗祠祭拜、闽南乡音。他们没有读过书，却用一辈子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根儿。周一讲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马来西亚年轻人从前只觉得阿嬷唠叨、守旧、固执方言，看完电影才恍然大悟，阿嬷坚守的不是习惯，是祖辈跨越重洋带过去的故土文明。一部电影完成了年轻一代与祖辈100年历史的和解，这才是观影落泪的核心根源。荧幕里阿嬷的人生源头要追溯到晚清动荡年代。很多人误以为当年百姓下南洋是主动出海淘金、追逐富贵的，这是第2个巨大的认知反转。绝大多数下南洋的先辈是被逼出来的逃难者，出海只为活下去。孟子梁惠王有言：“民之饥，以其上10岁之多，是以饥。”晚清末年，多重灾难叠加，闽粤沿海陷入绝境，国内人口爆炸式增长，
南方多山地丘陵，耕地稀缺，土地承载力早已饱和，朝廷苛捐杂税繁重，再加连年战火、洪涝、台风、天灾，一旦遭遇灾年，整片村落颗粒无收，恶福遍野。留在家乡是饿死，登船出海尚有一线生机。无数底层百姓只能选择奔赴南洋。大规模下南洋浪潮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全面爆发，内外两层推力，推着百姓奔赴东南亚。内因是故土生存空间彻底崩塌，外因是东南亚沦为西方殖民地，橡胶园、锡矿、种植园急需大量廉价劳工。殖民者放宽华人入境限制，同时开出诱人的薪资。南洋务工收入是国内耕田种地的3到8倍。当年远洋航行凶险万分，木船简陋，缺粮缺水，疫病横行，海上风浪海盗层出不穷，无数人葬身在茫茫大海。活下来的人落地南洋，干最苦最累的底层活计，割胶工、挖矿工人、3轮车夫、街边小贩、木匠、药材商贩。先辈们再苦再累，始终记挂国内亲人，定期把血汗钱寄回故土。这笔汇款在历史上有专属的名字，叫番批。依靠一代代华侨源源不断的番批，闽粤沿海无数留守老人、孩童得以存活。如今福建、广东沿海留存的百年骑楼、老式洋房背后，全是南洋华侨数十年的血汗积蓄。这里给出一个对比视角：近代国人外出分2条道，下南洋、下东洋，绝大多数混为一谈，两者本质天差地别。下南洋者95%全是底层穷苦百姓，出海求生卖苦力。下东洋呢，多为江浙北方富庶子弟，远赴日本留学、军工、实业、军事，成为民国军政骨干。2条完全不同的出路却在数十年后的抗日战争同心同向，共护华夏。很多当下年轻人总抱怨生活内卷，压力巨大，对比100年前漂洋过海的先辈，我们的困境不值一提。论语云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绝境之中依旧隐忍坚韧，心怀故土，是所有南洋华人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品格，也是给阿妈的情书能打动3代人的底层底色。先辈们在南洋扎根落地，繁衍子嗣，却从未斩断与华夏的羁绊。方言、宗祠、传统节日代代相传，才有如今760万守着中华文化的大马华人。整部电影最厚重、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隐藏内核，藏在阿妈祖辈经历过的抗日战争，也是我整理史料、撰写文案时数次红眼眶的根源。网上常说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可真正相隔万里，舍弃身家支援祖国的，当年马来西亚华侨做到了极致。这段历史是本期视频最大、最扎心的大众痛点。绝大多数国内年轻人只知道前线将士浴血奋战，却不知道远在南洋的数百万华人出钱、出人、出命，撑起了半个中国抗战。1937年7·7事变爆发，战火席卷华夏大地，消息传到马来西亚，瞬间打破所有地域、帮派、方言隔阂。福建人、客家人、潮汕人、海南人放下族群分歧，全民联合支援祖国抗战。1937年至1941年，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半岛，短短4年间，马来西亚华侨累计捐献54亿法币，占据全球海外华侨捐款总额的2/3。最震撼的数据抗战期间全国1/3军费全部来自大马华侨的捐献，换算成具象场景，大家更容易理解。1939年，国民政府全年军费18亿，单单马来西亚华侨就捐出了6亿。前线战士手里的枪支、弹药、药品、棉衣，很大一部分是南洋普通人一分一毫凑出来的。这笔捐款绝非富豪随手的慈善，是不分阶层、倾家荡产式的奉献。先说华侨领袖陈嘉庚，为筹措抗日资金，变卖名下全部橡胶园、独栋别墅、私家车、夫人的金银首饰、子女预留的教育基金尽数变卖，月月大额捐款。战争落幕以后，这位南洋首富几乎散尽家财，濒临破产。富商尚且如此，底层百姓的付出更令人动容。橡胶工人、锡矿矿工、杂货店主、木匠手艺人，每年捐献金额超过自身半年薪资。街边3轮车夫、摆摊小贩、底层富人收入微薄，依旧挤出积蓄，甚至有人拿出自己身后安葬的棺材本，女子变卖嫁妆，只为给祖国添一份抗战力量。不分贫贵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掀起全民救国浪潮。捐款只是救国的一部分，还有3000无名英雄用血肉打通中国抗战生命线。南侨机工，这是一段几乎被大众遗忘的悲壮历史。抗战初期，国内工业薄弱，缺少重型卡车司机，
维修技工。滇缅公路作为当时全国唯一对外物资通道，没有专业技工形同废路。马来西亚华侨主动号召有技术的青年归国，前后分15批，总计3192名技工放弃南洋安稳的生活，奔赴云南险途。滇缅公路山高谷深，瘴气密布，日军战机日夜轰炸，3000技工日夜穿梭悬崖险道，累计运输54.2万吨军火、汽油、药品等战略物资，支撑正面战场持续作战。这条生命线之上，近一半技工葬身深山峡谷，无墓碑、无姓名、无后人祭奠，永远沉睡在了滇西群山之中。左传有言：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这群南洋子弟没有留下传世著作，没有高官爵位，却以生命立下护国大功，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就能彻底读懂给阿嬷的情书落泪的底层逻辑。荧幕里温和慈祥的阿嬷，她的祖辈兄长邻里或许就是当年捐尽积蓄的普通人，或许就是奔赴滇缅公路再也没能回家的技工。观众流泪哭的不是自家祖母，更是100年前所有舍身救国、无名无姓的南洋先辈。100年前祖国积贫积弱，海外游子拼尽全力托举故土，如今山河安定，两国同步发展，我们终于能心平气和回望苦难过往。聊完厚重历史，我们落地当下的现实，大招来拆解网络上流传最广的2大偏见，给出客观辩证的全新视角。偏见1：马来西亚华人已经是外籍公民，跟我们没有太深的关联，不必共情，不必铭记。国籍是法律层面的身份划分，文化血脉是流淌100年的精神纽带。后台有无数大马华人私信评论，熟练使用汉字，熟读中华传统民俗，聊起祖籍福建、广东如数家珍，喜爱国产影视剧，国学传统文化、思维、情感跟国内同胞毫无隔阂。法律上他们是马来西亚公民，血脉里是我们同根同源的华夏儿女。偏见2：海外华人无保障，类似印尼排华的悲剧，未来还会重演。100年前国家国力衰弱，海外游子受尽欺凌，只能独自隐忍。如今祖国综合实力、全球外交、领事保护体系完善，绝不会放任海外华人遭受不公对待。历史悲剧绝不会再次上演。这是所有海外同胞最坚实的后盾。还有一个大众热议的顾虑，我们亲近大马华人，会不会让马来西亚本土民众产生猜忌，担忧我们觊觎他国领土？这里可以彻底放下顾虑。如今中马华人的相处模式是古今中外最成熟、最温和的共生关系。法律之上，彼此尊重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，互不干涉内政；文化之上，守望相助、包容互通，像亲人之间彼此成全，却绝不越界占有。真正的血脉亲情，从来不是吞并捆绑，而是相隔千里，依旧彼此牵挂。看完电影读懂100年历史，不能只停留在感动落泪。本期视频核心价值就是给3类不同人群一套看得见、能落地、长期可行的解决方案，兼顾历史传承、现实相处、文化传播。方案1：国内普通人该如何看待对待南洋海外华人？主动补齐历史认知，主动了解下南洋、南侨技工、华侨援华史实，摒弃外籍华人与我无关的冷漠心态。论语讲：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当年数百万华侨倾家救国，今日我们理应常怀感恩，主动传播这段被淡忘的历史，清晰区分主权边界与文化血脉，理性克制极端言论，尊重马来西亚国家主权，不发表越界、煽动对立、偏激观点。同时主动支持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类讲述南洋华人历史的文艺作品，以文化搭建沟通桥梁，拓展民间交流渠道，文旅宗亲往来，线上交流多一份包容理解，放下刻板印象，主动倾听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与心声，消除信息差带来的误解。方案2：马来西亚全球海外华人同胞守住文脉传承，主动向年轻后代讲述下南洋先辈苦难、华侨援华救国历史，守住方言、宗祠、传统节庆，不让100年血泪史、英雄史在新生代断层。给阿妈的情书正是最好的教育载体，多代晚辈观影，传递家族根脉记忆，搭建海内外民间交流桥梁，借助短视频、宗亲会、文旅互访，消除两地信息壁垒，减少网络谣言与对立误解，做两国文化互通的纽带。电影散场，但那个关于阿妈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。我常想，如果那些南洋橡胶林里流过汗、
在滇缅公路前线流过血的先辈们，能看到今天的中国，看到这760万大马华人依然说着那句亲切的阿妈，看到我们两边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，他们一定会露出最欣慰的笑容。他们没有留下名字，我们记住；他们没能看到繁华，我们看到。所以别再把那句阿嬷仅仅当成一个称呼，那是几代人穿过风雨、跨越世纪，留给后辈们最珍贵的生命坐标。往后余生记得常回家看看，记得在那句方言里找回你丢掉的来路。世界很大，故事很长，别走得太急，把根儿丢了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